抛物线转向指标 SAR 是一个帮助我们找到趋势的反转点和跟随趋势的极佳指标。本期视频将分享 SAR 的指标和策略，以及如何通过修改参数来适应你所处的市场，从而轻松的避开震荡行情，跟随趋势。同时，我们可以使用 TradingView 的 SAR 策略来提示交易信号和查看历史回测。在接下来的教程里，大帅会分享 SAR 的详细交易策略和搭配。同时也请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点赞视频。大帅会持续分享成功的交易体系和优化思路，以及我自己编写的独家 TradingView 指标和教程。如果有疑问，请在评论区留言，记得看到最后。本期目录如下：1. SAR 指标和交易策略； 2. SAR 的体系搭配； 3. SAR 参数修改回测和适应市场； 4. SAR 和其他趋势指标对比。1. SAR 指标和交易策略。首先，我们打开 SAR 抛物线指标，可以看到 SAR 可以清晰的在 K 线上显示十字圆。当十字圆处于 K 线之上时，当前是下跌趋势；当十字圆处于 K 线之下时，当前是上涨趋势。同时，下跌趋势十字圆是阻力，上涨趋势十字圆是支撑。只要一旦 K 线有效突破十字圆， SAR 就会发出趋势反转的信号，涨跌互换。所以 SAR 的使用十分简单，它包含了3个重要资讯： 1. 当前趋势； 2. 支撑阻力或者说反转位置； 3. 明确的止损位，十字圆就是止损，而且会随着行情移动，类似移动止损。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十分简单。当趋势已经形成，我们可以耐心等待，直到 SAR 到十字圆附近无法突破，我们就可以在此处下单，并且在十字圆的位置设置止损。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在趋势转换时下单，但是要注意仓位和及时设置止损。其实我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当趋势转换的时候，止损会变得很大，此时你的盈亏比并不划算，除非你有足够的把握判断这次就是趋势反转。同时，如果行情处于震荡趋势，却没有修改合适的参数或者用其他的体系预判，你就会发现 SAR 容易出现反复波动、两边打损的情况。等下我会分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SAR 的多周期判断是很有用的。对于 SAR 来说，周线、月线的稳定性和迷惑信号要明显的少于日线和小时线，同时大周期的阻力和支撑强度也会更高。在这里，让我们打开比特币的周线 SAR， 可以看到其信号往往是较为明确且持续性较强，去除了日线的噪音和干扰。所以当我们使用 SAR 判断小周期的方向和入场点位时，记得参考大周期的方向和距离阻力支撑的位置，这会避免我们错过大行情，同时做出正确率更高的判断。2. SAR 的体系搭配。在体系搭配上， SAR 作为趋势指标，还需要搭配一个超涨超跌指标和强度指标，这样我们就可以构建一套完整的3重共振体系。用 SAR 判断趋势，用 RSI 来判断超涨超跌，从而进一步确认 SAR 的趋势反转或者持续性。用大帅强力指标来判断强度，从而发现强度的变化，从而更好的止盈止损。在这里，我们同时打开3个指标。以比特币日线为例，可以看到这里，经过一段震荡之后， SAR 发出了趋势反转信号。接下来我们观察 RSI 和大帅强力，我们可以看到，此时 RSI 黄线已经往上，紫线在黄线上方，黄线在40左右，代表目前是超跌反弹后的上涨趋势，但是已经涨了一段。趋势和 SAR 判断的一样是上涨的，但是不是好的买点。此时我们再看大帅强力指标判断强度，强度显示此时绿线已经由底下往上接近零轴，代表长线强度确实转好。同时红线在零轴之上，代表已经进行了短线的上涨，同样不是好的买点。大帅强力系统的上涨强度确认要求是绿线在零轴之上，代表长线趋势稳固，同时红线在零轴之下，代表短线回调到位。所以我们继续等待时机，我们可以看到2天后达到了强度要求，同时 RSI 紫线在黄线之上， SAR 在支撑之上，那么这里就是开多单的位置。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几天后这个位置同样符合要求，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加仓操作。
对于止损，我们可以根据 SAR 设置移动止损，并且每天调高。我们再来看一个震荡行情，有时 SAR 发出的信号是噪音。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SAR 发出了下跌信号，并且大跌。但是我们观察 RSI 就会发现，此时 RSI 处于超跌状态。不光黄线的位置在30左右，子线更是到达了30以下。同时大帅强力也是绿线往下，红线连跌2天，全都是超跌状态。所以此时虽然大跌，不可追空。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在这一段的 SAR 发出下跌信号后，我们可以看到此时 RSI 子线在黄线下方，进一步确认了趋势下跌。同时此时子线并没有超跌，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位置跌不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大帅强力系统，绿线在零轴之下，但是红线也在零轴之下，代表此时趋势是确认的，但是强度短线回撤了，虽然没有超跌，但可能有小反弹。所以此时我们可以按照红线反弹到绿线附近或者零轴之上开空。同时随着大帅强力系统绿线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还有2次很好的开空机会，直到 RSI 超跌为止。一旦 K 线远离 SAR 太远，进入超跌就不可追空。3. SAR 参数修改和适应市场。如果你想更好的使用 SAR， 那你肯定需要调整参数来匹配当下的行情。我们来看一下 SAR 参数，打开参数面板，开始是预设的 SAR 数值，这个不用调整。最关键的是增量和 Max。SAR 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参考新低新高值，默认增量是 0.02， 也就是说每当趋势中出现了新高新低，增量就会多加 0.02， 直到 0.2 上限为止。所以如果你增加了增量，每次增量就会更多， SAR 就会对行情更为敏锐，容易抓住小行情，但是也容易出现噪音和错误信号。如果你减少，则可以变得更为平滑和减少噪音信号。在这里我同时打开2张图，上方是增量 0.02 的预设值，下方是增量 0.08， 可以看到同样行情的 SAR 信号变化。下一个数值 Max 是极限值，对应上面的增量。如果你觉得上面极限增加到 0.2 不够，那么你可以在这里设置该值，可以调整到 0.4 或者更高，这样变化就可以更加敏锐，增量的空间打开。我们对比这2张图，开始都是 0.02， 增量都是 0.04， 上面的 Max 值是 0.2， 下面的 Max 值是1，相信你可以看到变化，下面比上面要更为敏锐一点。对于市场行情来说，像股市或者指数 ETF 等行情较为稳健，波动稍小的品种，可以选择把 SAR 设置的增量和 Max 值同时调低，来更好的抓住大行情。例如为了减少错误信号，我们可以在类似纳斯达克指数上，开始数值设为 0.01， 增量设置为 0.01， Max 设置为 0.1。 对比预设值可以看到，我们更容易把握大行情和避免无效噪音。对于狗狗币这种波动较大的加密货币，我们则可以把增量数值设置为 0.035， Max 设置为 0.4。 可以看到相比预设参数，我们可以更早一天发现行情的转变，这是极为重要的。如何当前参数是否适合目标品种，你可以在指标里打开 SAR 策略，然后把你的刚才设置好的参数输入进入，就可以在下方的策略测试器里看到参数在当前品种近段时间的表现，包括胜率、盈利因数、曲线、每笔买卖的时间等。为了更贴近自身仓位，你可以在策略设置的属性栏里设置你的初始资金、交易模式、笔数、货币、佣金等，从而更贴合你的实际仓位。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好的检测历史数据，判断你的参数是否适合当前品种和时间周期。记得先设置好时间周期，测试的买卖是按照你当前的时间周期来的。4. SAR 和其他趋势指标对比。接下来说一下 SAR 相对于其他指标的优缺点。在这里我们拿 SAR 和 MA 移动均线、MACD 超级趋势指标做对比。相比其他几个指标， SAR 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常直观且适合初学者，同时会自动生成移动的止损点。在实际使用中， SAR 的滞后性表现最好，比 MA、MACD 甚至是超级趋势指标都更优秀。同时 SAR 的移动止损更为敏锐，
可以在避免错过趋势的前提下缩小止损范围。要明显优于没有止损设置的 MACD 和止损跟进较慢的超级趋势指标。对比其他，SAR 的缺点最主要是噪音过大，面对震荡行情很容易两面被损，所以必须修改参数，或者用上面说的3重共振系统来结合判断，才能充分避开这个问题。也正因如此，在同样多周期判断的情况下，MACD 和超级趋势指标的多周期确认性要高于 SAR。所以 SAR 必须严格按照体系来执行止损。在参数设置方面，超级趋势指标因为在 ATR 的基础上修改，可通过修改乘数和周期控制宽松程度和滞后性，比 SAR 更加适应不同的市场环境。总的来说，在判断趋势方面， SAR 结合其他指标共振更为重要，而 MACD 和超级趋势等在这方面要求较低。最后感谢您看到这里。相信今天分享的内容一定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畅所欲言，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使用大帅独家 TradingView 指标。